你好，我找你找了将近20天，今天终于能见到你，非常荣幸。见到了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非常荣幸。今天首先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也挺抱歉的，在这个购车的过程中，我知道您带来了很多的一个不愉快。我先给你解释一下，回答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为什么没有见到我。5号我从德国开产品会回来，第一时间得知您的事情，我已经就跟奔驰及时的沟通了。9号我去北京开这个董事会，11号当时早晨11点我们看到的这个网络的事件，说实话我比您还意外，因为我知道9号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种协议，也许您还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而且是由您起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直也没有见到。但是我的销售经理就是11号当天，销售经理和售后经理也及时去见了你们，他们把你们的情况也给我们回来做了一个汇报，我们也立刻跟奔驰进行了一个沟通。时效性确实抱歉，在整个过程里有点慢，但是奔驰他们最终的答复在昨天从官方的给我们的回复也是正式同意换这个退啊，因为您一直提出希望是退就退，同时也说了就是写了那封邮件给到您，而且呢之前说的是下一周嘛，对吧，给您回复的，您给我们的那个回复我们销售经理也及时传达给我了，我也看到了，您并不满意，而且今天是您的生日，其实我们给你准备了有生日礼物，特别抱歉，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女生，看到您坐在奔驰上哭，其实我比你还难受。今天的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一天来讲，我觉得无论是你还是我们，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其实我一开始在那边他们告知我的时候，我都说客户能选择 CLS， 能选择我们家，我还是希望您还是我们的客户。但是后来他们说您不再想选择了退，我说没有理由的，开出去才这么短的时间，没有理由的给客户退，这是应该的。虽然漏机油在3包国家的法规里，它是只能达到一个换发动机，但是我这关的情感上我都不可以接受，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奔驰积极的沟通。其实奔驰也是在积极的处理，但是它有一个流程，只怪我们的这个速度太慢了，而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发生。您这样就是您的陈述特别长，我也就是这个相关的比较官方，我呢就是刚刚经过各位领导，他们给我进行了一定的疏导，我这个人脾气就是我不像姐姐您这么能够官方冷静的处理问题，可能事情不在你身上，所以你代表官方，我这个人就是脾气比较不好，但是我是个善良的人，就这么简单。刚刚各位领导已经花了1天的时间，很辛苦，从邮局到后来城局，给我做了一定的心理疏导。所以我觉得您如果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些话，又让我脾气好像有点上来了，所以我不想再听了，抱歉哈。就是这样的，我还是让我来说吧。我非常荣幸能见到各位，因为各位大咖我太久就是一直在找你们，找不到，见不到。您有各种理由。你在德国也好，在哪儿也好，但是我没有你的手机号，我也没有你的微信号，我觉得这一点你不用说，德国我也能打电话给你，好吧？我一直要求跟您通话，包括4月11号事情发酵到下午的时候，已经有超过了9000多万的阅读量。我跟你们的销售，我让他出来找我，我说我要求见你们领导，没有人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相信您在哪个国家都有联系方式，这个世界现在不是说它是个一维空间。所以这个事情您没有什么特别要解释，我也不会理解，好吧？我不理解，我也不接受，所以请您就是不需要再官方说辞了。第二点，您刚刚说的很好，4月11号你们官方给了我答复，对吗？凭什么在4月你们就说4月9号我跟你们达成了和解？
而且你们对外发布的是我跟你们达成和解。您刚刚不是说了吗？4月11号给我发邮件，需要下周奔驰给我回复。那时间重塑怎么是4月9号我跟你们和解的呢？请问您说的这个和解是什么意思？您的时间是错乱的，好吗？那我再说一下4月9号，当时你不在现场，我逼迫你们的销售人员在上面签的字，我用的是逼迫这个词。那个整个东西是我写的，我写完我逼他签字，我说你今天不签这个字我就不让你走，既然我面子都不要了，你必须签这个字。他不肯盖公奔驰的章，他说这个我只能个人跟你说一下，他被我闹得没办法了。他说但具体的结果还是等奔驰来处理。所以您刚刚说的友好协商的结果，我不知道您是说谁跟我友好协商。我问你几个简单问题：第一，我钱是交给你们 4S 店的，我交的是西安利之星，并不是奔驰官方。您跟奔驰官方怎么沟通是你们的事，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做餐饮店的，难道有人在我的店里吃食物中毒了，我说种菜的农民撒农药了，我要先跟那个农民沟通一下吗？我觉得无可推卸，请你们承认这是你们的事情，好吧？第二点，我给你们钱的时候都是按照你们的要求签字道歉，3月22号付款签合同，我没有说你给我一段时间我去准备这准备那，我跟我家人没有，当场付定金，当场就给钱。但出现问题您刚刚也承认了，说是个新车发生这种问题，您从情感上是支持我的。那么很简单，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为何你们是反复推脱，到最后说硬要换发动机？你刚刚还跟我说根据国家3包，国家3包我再说一遍，今天各位领导也在，国家3包是保护消费者的，并不沦为你们推脱的理由。到此刻你推脱国家3包，国家3包不背这个锅，各位领导也不背这个锅。那我再问您最简单的问题，您跟我谈国家3包，那我问您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您只要能回答完我这个问题，我今天就算这事过了。国家3包规定，修车只要超过5天，你必须给我配一辆备用车。我跟你们提出了4次诉求，您把400的电话拨出来，你们说配不配备用车，看各个店的情况而定。您现在跟我谈国家3包，你是断章取义，因为什么呢？国家3包有利于你的，你来搪塞我；国家3包有利于我的，你就跟我说看各店情况而定。请问国家3包是你们包的，还是你们推脱的？断章取义，国家3包有帮助我的地方，你怎么不说？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我作为消费者，你保证在你们整个过程中没有受到欺骗吗？你敢保证吗？你敢代表你们公司保证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收到欺骗吗？我只问这一句，您敢保证吗？您觉得我有什么必要需要欺骗一个我的上帝？非常好，你的奔驰金融费我不知道出于何处，没有任何人给我解释。我这样跟您说，各位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全款买得起这辆车，我可以全款买。你们让我做奔驰金融贷款，说利息低，我说我不想贷款，你们各种引诱我买，引诱我买之前有跟我说有金融服务费这么一笔钱吗？没有。让我去付款的那一天，你们有跟我说我带了一张卡要刷卡，你们说不，你们先让我去财务室刷的钱，刷完了首付，刷卖保险，买完了保险，把我带到一个人那儿，说他给我做奔驰金融的一个确认。做奔驰金融确认就问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是某某某吗？是不是贷款这些？我都是，我都签字。最后您说那个人说你需要就是付一笔钱1万多什么什么，销售这个时候就出来了。我说可以啊，我说那我们去财务室吧。说你付这个2维码。我说不是刷卡吗？不，这个钱不可以刷卡。当时你问他，你可以调你们现场监控，现场监控用我那个位置，我就在水坝旁边。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不能刷卡？我就很疑惑。你们的人就走了，过了20多分钟把我们晾在那儿，我再打电话问销售，销售又把那个人喊过来说姐，那个不要为难我们，你就微信给吧。然后他说让我不要为难你们，我才微信绑的卡，我这个还微信限额，我分了1万和5200多2次付完之后给我开了一张收据。好，那这些我当时都没有数，我以为这是就是当时你们说交什么费用我都没有疑惑，因为我完全信任你们。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服务费，服务什么？你们帮我做什么了？我为什么要交这个服务费？怎么不算欺骗？直到昨天网友才告诉我这个算欺骗。你觉得从我的心理上我能接受得了吗？
所以我突然才发现，你给了我一堆发票，给了我一堆收据，居然这张还没有发票，而且转的一个私人账户。您跟我说这不算欺骗吗？可以，如果我承认您这个服务费，我也承认的，就我给你们任何我说，哎，哪怕说我说今天你们那个有个销售服务特别好，我哪怕送他一个礼物，我给他1000块钱小费，这个是正常合理的。你让我知道这个服务费服务在什么地方，奔驰金融凭什么收我这个钱？你们凭什么在不得知我的情况骗我刷这笔钱，骗我办奔驰金融？我这样跟您说好，我不办奔驰金融，我的信用卡现在也能拿出40多万，还不用手续费。我有这个金额信用的，我把我的房子给你们做办抵押，我不是一个不达到资质的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服务我什么呢？我就问，你是奔驰金融没有给我收利息吗？我是资料没有需要我提供，你们去银行帮我打的吗？还是说我是快递给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们奔驰金融给了我一张纸，要我把这个所有的资料给你们，我把资料自己准备好给你们的，你服务我什么呢？凭什么收这个15000多呢？领导们，你们觉得15000，你们姐姐你可能有钱，你们是大公司觉得是个小钱，我们这种做餐饮的10块钱一碗的面，我得卖1000多碗才有这个钱，这个钱我能赚到，但他非常辛苦。我买得起这个车，我也消费得起这个事儿，但是道理不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刚刚问你刚刚说的很好，我为什么要欺骗我们的消费者呢？这个要问你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我这样说，如果你跟我说咱们也买过包哈，一个包也1万多，你如果这个事情跟我前后说有这么一件事，我不认，那是我的错，我要求调你们所有监控，当时是不是把我们扔在那扔了20多分钟，意思是你们自己考虑吧。我钱都交了，而且你们这个非常无耻，在让我先去交首付，把所有的其他钱都交了，再跟我谈这笔费用，这是最后一笔费用，压制我必须收在他那儿，而且这个人就在你们现场，我现在也去捉他。你让我觉得是你们乱收费吗？请问，这个费用是国家哪条法律应该有的？我现在我不跟你说其他的，您跟我谈3包，我只有2点。我们跟刘局也好，跟陈局也好，我说的很简单，你说的对，3包我现在已认了，哪怕是换发动机，哪怕你不用换，我这个钱我60多万我都不要了，但是我必须为我自己讨一口气在。你跟我谈3包，那我就跟你讲法律，我有3点问题需要您回答。第一点就是这个奔驰金融服务费，我表示我不知情，你们是骗的。谁把我那个账户可以帮我查一下，是谁代表你们收我这笔钱？钱最终流向何处？有没有人和我一样都被你们欺骗了？我相信肯定有。这个是我铁板钉钉的东西，我不想跟您说什么。您跟我谈法律，我跟您谈，好吧？这个车你也现在我们暂时不停车，我不需要你给我换车，还是换什么发动，什么都不需要。你这个就是你该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你的事。但是我的问题你得回答。第一，奔驰金融费你这是骗取。我至昨日之前我都不知道，到昨天我才知道我被骗了一笔钱，你就可怕了。但是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被你骗这笔钱呢？肯定有。我随便问一下，我随便拉一个人，拉个不知情的人来，把他的票据拿出来，告诉他这一张你知道这个钱的哪一头吗？不知道。我知道我首付是多少，我知道我贷款是多少，我甚至知道贷款的利息多少，好像是10年3%什么的，但是我都觉得它利息低，我都比过利率，但是我都不知道金融服务费是什么一个东西。好，第2点，如果你认为我应该知道它，请问你给我服务了什么？是不是值15000多？你是以什么物价标准？你们给我服务什么了？你这个服务费是服务什么了？我就不明白，对吧？您给你擦个鞋10块钱，给你端碗水，服务员服务1个月，它是一个物价所得。您金融一样事情没给我做，所有的资料发给我，我去做的，我跑到银行打流水的，让我去办个居住证，我跑到公安局去办居住证的，这些都是我没有的，我去集齐的所有资料，让我把的房产证给你们，都是我去跑过去的。今天你跟我谈服务费，你这个15000是以什么的计价标准来的？你给我，我想听。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必须给我回答，绕不掉，好吧？现在我说了，我还是重申一遍，可能这是你们的法务哈，我再次重申一遍。你说3包要给我换发动机，好，这事咱不谈了，可以。如果国家觉得我这个事情需要换发动机，可以，我接受。你现在请回答我3个关于法律的问题。第一笔，金融服务费1万5。首先，我表示我完全不知情，并且我愿意代表所有的奔驰的车主，我去找，我打电话挨个问是不是知道这个，是不是存在欺骗？你这是欺骗、敲诈、勒索，而且那天明显把我们摁在了，硬要我扫你们那个二维码，我说刷卡都不可以。第二点，1万5，你是以怎么的一个？它叫金融服务费，你给我服务什么了？你是以什么的计价标准来做的这个1万5的金融服务？所有的资料是我提供的，对吧？好，第3点最重要，我觉得第3点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啊，你奔驰公司到现在避重就轻，对不对？胡乱收费，拒不承认。我不明白今天我坐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真的，我是给各位领导面子，真的他们非常好。从早上一大早，他们今天休息星期六，承蒙各位领导的关怀，一大早放弃。那一天你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半夜，他们还在你们 4S 店，全民都在关注你们在做什么，欺骗，一次一次的欺骗。你们欺骗的事情我太多，我都有证据，我不想一一说，因为早上我已经跟刘局挨个说过，我不想再说。小雪是这样啊。到今天他还跟我说，好像是他们让我等待奔驰下周给的答复。4月9号，你们给所有的对官媒承认，说是工商局说的，说我们已经友好协商，时间是错乱的，逻辑是不通的。对，真的。你是这样啊，这个意思就是。小雪谈这个情况啊，我们都把这个都记了吧？这个我们下来在这个调查，就是这个需要就是我们要调查，就是包括你现在说的金融服务费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到的等等这些事情，这都会在调查结果以后。像这一条都会给你一个非常圆满的答复的，啊，这个好，我还有第2个问题要问，陈局，你等我一下。第2点，你跟我讲3包，请打开3包，是不是说3天？那个3包就是你帮我修车5天，维修5天以上，你得给我配备用车，这是3包规定。你自己打开，我打你们电话，打售后，打400，打了所有奔驰相关。你们给我的一致回复是看各店的情况，请问您偌大的店这么大的事儿不给我配车，还是你们店的情况？您置国家法律于何广？就是说3包里面这一条你们就可以不认了，你们只认对你们有利的了，对你们不利的就不认。您还跟我谈3包，咱们还平等吗？我这个车从3月22号签合同到今天，你们奔驰是否关心过我是怎么出行的？有吗？没有。您现在坐在我对面，跟我讲一堆高大上的道歉。您在德国，我不接受，对不起，我真不接受，我不接受，我对完您的全不接受。道歉，是因为您在我们公司购买过程中，无论怎样，您不够愉悦，所以这个我是为了他道歉，我可不是为了我在德国没有见到您而道歉。刚才是这样的，我现在不想听你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情绪有点激动。今天我过生日，我不想再我好不容易被各位领导把情绪安抚下去了，你现在硬要激我，来杠我，来否定我，您觉得有？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听您说？